东京一共被轰炸过2次，一次是由美军杜立特中校带领，被称为杜立特空袭；另一次是由柯蒂斯·李梅实施。第一次是为了雪耻扬威，第二次就单纯的是为了战争的目的。98个日本城市遭到轰炸，死伤的日本民众数不胜数。就连李梅自己都说，如果美国战败的话，他可以想象到自己的下场。看看日军怎么对付杜立特空袭中的飞行员就行了。可喜的是，美国赢了。李梅让现代人看起来最爽的是，在他轰炸东京几十年后，日本天皇要给他颁发勋章，李梅愣是没去，放了天皇鸽子，宁愿要苏联的也不要日本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梅，看他如何轰炸东京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。李梅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，虽然是正星条旗的美国人，但他并非名门之后。作为普通工人的儿子，他没有获得政治家的支持，没有进入西点军校，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做题家。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日子人。在1928年，他选择了参军，成为了一名飞行学员。在1937年，他转入第2轰炸机大队。战略轰炸机到现在都是各国的宝贝。如果在1939年9月1号，德国没有发生一些小波澜的话，李梅的日子可能就一直平平淡淡的飞行下去了。即便在2战爆发后，美国依然觉得自己可以苟安，孤立主义盛行。唯独一个人察觉到了危险，当时的美国总统，甚至可以说美国建国以来第1的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。他早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了。自美西战争以后，美国的军队可以说是荒废了，人数少，兵器差。他将不少军队能人提了上来，改进国家军事力量。在2战爆发后，罗斯福一边安定国内的孤立主义，一边又去帮助英国对付德国。在听说德国进攻苏联之后，他也是第一时间和斯大林取得了联络。他知道苏联的武器和后勤可能不如德国，他问斯大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但苏联一定要守住。不过苏联的抵抗出乎了罗斯福的预料，苏联的冬天也让德军吃到了苦头。此时的希特勒知道他们和美国都是迟早的事情，现在两边都在演戏。但让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，东边的日本决定把这种假象打破。总是有人讨论，美国不介入2战的话，盟军是否能够胜利？其实美国在暗中早就进入了。美国通过了租借政策，帮助盟国反抗法西斯。他们在上面没有写固定帮助的国家，所以苏联也得到了美国的部分帮助。丘吉尔找罗斯福要战舰的时候，罗斯福都是直接给的。虽然说是租借，但是都打坏了，还怎么赔给美国？不过罗斯福的这种行为还让他受到了国内的一些指责，但很快这种指责将转化为对付法西斯的愤恨。1941年12月7号，日本不宣而战，偷袭珍珠港，这让美国民众认识到法西斯是不值得同情的，如果你不打他，他就会打你。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知道，当时2战时期的美国是多么的团结。当初所有反对罗斯福的声音都没有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就连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元老们也都和罗斯福站到了一起。之后美国加入2战，加足马力生产，在世界的各个战场上都有美国的身影。李梅也将在这最大的舞台上展现轰炸的魅力。在美国参战后的短短4年，就从少校升到了少将。不是他绑上了什么好的老丈人，也不是什么出色的个人魅力，在别人眼里的李梅可能更像是一个战争疯子。在和战友闲聊的时候，他的思绪已经飞往了数公里外硝烟弥漫的战场。在外人看来，他就像一座冰雕，待人也一样冷若冰霜。他极度的嗜血，渴望战死沙场，就算身患重病也咬牙坚持。在1944年对纳粹德国轰炸了20个月之后，李梅被调到了太平洋战区，指挥印度、中国、缅甸的对日行动。在这里，他接触到了一种新型轰炸机，刚从组装线上下来的 B-29。B-29 被称之为超级空中堡垒，是一架拥有优秀航程和高速度的大型4发重型轰炸机。它被设计用来进行战略轰炸以及空中侦察，而日本就是它的第一目标。轰炸日本除了战争的目的，还有一些美国的仇恨。在美国人看来，是日本把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，让无数的美国人失去了生命。他们还虐待杀害美国战俘，在世界各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这就要说一下前几天的漫威电影，他们为原子弹下的日本人鸣不平，怎么就没有想到2战因为日本死去的其他国家的人呢？编剧是美日混血啊，那就没事了。
还是个华裔导演竭尽全力把那一幕保留了下来的，属实是有被恶心到了。李梅在亚洲战场的表现依然优异，不过也造成了不少盟国平民的伤亡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被催促着去计划轰炸东京的行动。空军参谋长急切地想要用 B-29 展示给美国高层上看，而李梅并没有因为上层的催促而着急。在前面的行动中，让他认识到此前的欧洲战场上惯用的高空精准轰炸战术不适合日本。以日本上空的条件来说，如果超过35000英尺的话，风速将达到每小时200英里。这种情况进行轰炸，就像一个喝醉的人往一个小口的瓶子里倒水一样。李梅想到了一种不一样的轰炸方式，用燃烧弹在夜间低空无差别轰炸。这消息让飞行员们大吃一惊。这种高度飞行就是给日本防空部队当靶子呀！当然，美国高层也不会同意无差别轰炸，这会让不少的平民死亡。不过，李梅说服了他们。日本和德国不一样，他们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好再去工厂组装，而这些小作坊就在平民住房里面。而日本那边，他们自视为天皇之国，有神灵保佑，各个兵工厂还在加班加点的制造武器。甚至有些不要命的狂热分子，在美军轰炸机飞过日本本土的时候，对着轰炸机大笑。在计划被批准后，李梅开始准备行动。他把轰炸机的机炮、子弹和一些多余的东西全部去掉，最大程度的增加载弹量。1945年2月23、24号2天，李梅开始了他的实验。100多架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轰炸，东京约有2.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毁。这让李梅坚定了火攻东京的决心。3月9号，334架超级空中堡垒在塞班岛、天宁机场、马里亚纳群岛起飞，开始行动。次日轰炸机已经接近东京。10号的东京是战时日本的军人节，他们还不知道危险的来临。在前面的导航机投下坐标后，300多架飞机投下了上千吨的炸药，还有经过改装的战机投下的汽油助燃。东京陷入一片火海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飞行员甚至能闻到烧焦的尸体的味道。到了白天被烧过的地方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夜间的日本防空虽然稀疏，不过也让美军损失了几十架 B-29。李梅没有停下他的脚步，他又指挥300多架轰炸机对名古屋、大阪、神户等地进行继续轰炸，对日本的军工业设施进行轰炸。到了6月份，轰炸造成了50万日本人死亡，800万人无家可归。李梅乘坐 B-29回到华盛顿，向高层说明，如果继续使用燃烧弹的话，可以让日本在10月之前投降。不过高层对这深表疑惑，而这件事的迟疑就让日本吃到了原子弹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